那我就更不能進了。剛想離開換個地方，樓頂上卻傳來夾克男的聲音：“3樓以下歸你。”好嘞，我不做猶豫，直接衝進去收集。剛才2個男人，一個死在了1層，一個死在了2層樓梯的扶手上。像這種老舊小區，大部分的鐵應該都集中在廚房。先是找到3口大鐵鍋，然後用斧子劈開窗框，把鐵框子拆下來，打包捆好。腳步聲猛地傳來，我趕緊屏住呼吸。這裡有槍聲，肯定有人，咱們直接搶就行，別浪費時間。好的，我去樓上，樓下交給你。2個男人的聲音在外面走廊傳來，我趕緊躲在門口，把匕首掏出來，做好應戰準備。廚房門被猛地推開，一個壯漢的背影映入眼簾。我不等他反應，朝着他背後就衝過去。可殺人我沒經驗，一下就暴露了弱點。男人反手將我制服，按在地上摩擦。一個受擊而已，老子還以為多厲害的人物，殺你都不屑用槍。說罷，他揚起拳頭朝我的面門咣咣砸了2拳。我頓時頭暈腦脹，疼得爬不起來。早知道末世來臨之前，我就該多健身才對。樓上猛地傳來槍響，壯漢的拳頭停在我的頭腦位置。還有人，你隊友嗎？我疼得齜牙咧嘴。我不知道啊，進來的時候人全死了。壯漢一愣，不停呼喊着外面的隊友，可惜無人應答。我知道是那個夾克男得手了。我此刻心裡發誓，如果他能來救我，我就把自己的子彈和今天收集到的鐵都給他。也許壯漢沒把我這個受擊放在眼裡，直接放開走到門口處張望。樓上的下來說話，咱們可以合作。壯漢朝樓上喊着，沒人回復他。我慢慢匍匐起來，趁着他分心，撿起匕首狠狠一刀扎在他的腳面。他立即吃痛，蹦得老高，找準空隙，我一個踉蹌起身，匕首迎面刺去。可下一秒我就後悔，他直接精準抓住我的手腕，瞬間將我制服。看着我垂死掙扎的模樣，他肆虐笑起來：“小子，你還挺有種啊！老子這就送你上西天，然後再去搞死你隊友。”說罷，他將我的手腕用力一扭，刀尖直接對準我自己。就在刀尖刺破腦門的前一秒，壯漢直接被爆頭。壯漢倒下去，夾克男像神一樣出現在我面前。你還真是。他最終無語地搖了搖頭，開始對壯漢一通亂搜，將他身上的所有裝備都掏出來，裡面竟有3發子彈，估計是搶人家的。等我緩過神的時候，夾克男已經離開單元樓。我趕緊把收集好的鐵拿上，在院子裡將他攔下。你等一下。夾克男看着我，用衣服擦着臉上的血。怎麼要搶我啊？我把打包好的鐵放在他腳邊，還從兜裡掏出剩餘的2顆子彈。我剛才發誓，你要是來救我，我就把所有東西都給你。夾克男愣了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你不是說你就帶了1發子彈嗎？我心虛地說道。那總得留1手吧。行。夾克男再次無語，撿起了地上1發子彈。這個我收下，剩下的破爛你拿走。不等我說什麼，他就快速離去。看着地上的鐵鍋，我愣了，這才發現他什麼都沒拿。他這是殺人殺上癮了，不打算升級了嗎？我也顧不得那麼多了，如今人都死了，我也沒什麼好怕的。繼續回到單元樓，開始收集。電梯門已關閉，開始清算。回到電梯，我吃下1顆腎寶丸增強體力，等待系統清算。這次很幸運，我拿到不少鐵塊，有時候撿漏也挺好的，至少不用跟他們正面剛。這些人已經瘋了，也許這就是一級。喪屍成了真人，想要快速收集，搶比搜更快。鐵塊數量30公斤，下一輪刷新將在30分鐘後，請宿主做好準備，盡快去商城購買裝備。系統聲音讓我的心情頓時大好，相比之前，這次算是最順利的了。我趕緊給黑色蕾絲裙子妹子匯報消息，並轉給了她15公斤鐵，卻沒想到她上一輪出去本想繞着走，看看能不能撿漏，卻無意間發現了別人的電梯，抱着試試看的心態，他就進去把對方的物資全部拿走，還轉走了對方10公斤的鐵。除了10公斤的鐵，他還拿到了1發子彈、1瓶黃頭罐頭、1條魚，甚至還把對方的電卡給拔了。我頓時傻眼，他也太幸運了吧？那我這算什麼？按照約定，他轉回我5公斤鐵，並把偷回來的物資分了一半給我。突然，我明白了什麼，不由得驚出一身冷汗。所以最終還是要靠進入別人的電梯，獲取才是最快的。如果高價購買防護看家武器，豈不是又陷入死循環？我想到了什麼，趕緊查看庫存系統，果然只能存入或贈送，不能取現。那如果我不讓系統清算呢？
我趕緊聯繫黑色蕾絲裙子。從現在開始，在收集的鐵塊不要讓系統清算，找個地方藏起來，這樣就算有人進電梯，也只能轉移系統清算過的，不會猜到還有藏起來的。對呀，老公真聰明，我現在就挖地道。說罷，我也開始在家裡尋找能夠隱藏的空間，最終在臥室的床下找到一塊地方，直接開挖。剛挖了2下，家裡停電了。30度電用的這麼快嗎？想在商城上買點電，卻不想10度電竟然要30公斤鐵，這是搶劫嗎？一上來就這麼貴，我只能聯繫黑色蕾絲裙子，她很大方，給了我8度電。我趕緊關閉所有電閘，現在什麼都必須省着，能不花費就不花費。地洞剛挖好，系統就發來提示，我趕緊離開電梯，搜集物資。這次場景來到一片樹林，這裡會有鐵嗎？不管了，我趕緊朝深處挪動。沒走多久，眼前出現一座土包，看起來像墳包一樣。繞過去，發現是個地下防空洞。我心中一喜，這地下防空洞裡說不定藏有不少鐵器。正準備進去探查，卻聽到身後傳來窸窸窣窣的聲音。回頭一看，一個身影正鬼鬼祟祟地跟在我後面。我立刻警覺起來，握緊了手中的匕首，躲在土包的另一邊。那是個看起來只有17趴的男孩，身上穿着扎眼的紅色衛衣。他在看見防空洞沒有停留，直接就走了下去。我不由得愣住，朝他走過來的方向看過去，同一個洞口，卻有2個人一起來，那是不是就代表他的電梯就在附近？雖然很無恥，我還是順着他來的方向找了過去，果然看到了電梯門。怎麼又是你啊？剛準備進去，一把槍抵住我的後腦，聽見熟悉的聲音，我尷尬地看過去。咱倆算是一個級別的嗎？怎麼每次都跟你在同一場景？也許是系統看我太弱了，所以給我匹配了高級玩家。你去別的地方，這裡歸我了。防空洞那裡有人了，我不敢進去，你讓我也進去吧，我就拿點物資，不拿鐵，行嗎？加柯南無語，直接繞過我進入電梯，我也順勢跟上去。這是個裝修成電競房的住宅，一看就是個遊戲宅。我衝進廚房，燃氣卡還剩10方，水卡還有1噸，倒也不算全無收穫。走的時候還拿走了桌上的黃桃罐頭。那個，我想問一下，如果宿主死了，這個電梯會怎麼樣？宿主死了，電梯間也會消失。那就是說，得在人死之前進入電梯間轉移鐵塊，不然人一死，電梯間也會消失，所有數據直接清零，對嗎？你腦子反應倒是快啊！你試過嗎？試過，跟你說的一樣，我就親眼看着一個電梯間在我眼前消失。還有，我再送你一條消息，如果宿主死的時候，你剛好在電梯間，也會跟着電梯一塊消失。啊！我恍然，趕緊轉身離開了電梯間。萬一那小孩一會死了咋辦？原來宿主死亡後，電梯間會消失，那意味着如果想要掠奪別人的資源，必須在對方死亡前進入電梯間，還得在死亡前離開。每個人都需要待在屬於自己的電梯間才能生存。那我得趕快把這個消息告訴黑色蕾絲裙子，不然照他那個撿漏法，早晚得出事。我又回到防空洞口，看來還是得場景收集才行。猶豫着，我把鞋子脫了，赤腳走進去，盡可能的不發出任何聲音。沒走多遠，我就看到一個鐵門半掩着，從門縫看見那個男孩正在用電鋸拆一個鐵皮箱。我這才發現，原來這防空洞這麼有貨。思考良久，我舉起了手裡的槍。第一次親手殺人，我還是有些害怕，也不知道這麼做究竟是不是對的。可是為了離開這裡，回到現實世界，我也沒辦法。沒等我按下扳機，耳朵旁一聲巨響，那男孩瞬間死了。夾克男此刻再度出現在眼前，這小子家沒多少東西，活着也沒用了，節省時間。夾克男若無其事，直接拿起電鋸開始拆鐵皮，我嚇得連連後退。最終我只撿了一些零碎的鐵皮，而他卻把整個鐵門都給拆走了。回到自己的電梯間後，我立刻聯繫了黑色蕾絲裙子女，把剛才的發現告訴了她。看來找到別人的電梯間確實是個好辦法，但風險也很大。她在消息裡回復道：是啊，所以你最好還是別撿漏了。我剛才又轉移到了20公斤鐵。看見她的消息我傻了。電梯門關閉，鐵塊結算數量5斤，下一次電梯刷新時間20分鐘後，請宿主盡快購買武器，數量不多了。系統突然的結算讓我再次傻眼，我明明沒有點結算啊。那也就是說，藏鐵這件事壓根不成立了，頓時壓力山大。黑色蕾絲裙子那邊也發來消息，說自己的鐵都被系統自動結算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們還費力挖地道幹什麼？但他還是信守承諾，給我轉過來了10公斤鐵。很快，電梯門再次打開，外面場景再次刷新，
是個木材廠，我徹底無語。剛翻進欄杆，我就聽見裡面傳出陣陣哀嚎聲，看來他們已經打起來了。我順着外圍走，盡量避開混戰，哪怕只是撿到1兩鐵，那也不算白來。雖然是木材廠，但是總歸有砍伐工具是鐵的吧？這麼想着，我挑了一個沒人的廠房鑽了進去，一隻腳剛落地就踩到一把砍刀。本想再往裡面搜搜，近距離的位置卻突然響起槍聲，無奈我又退了回去。搜尋了一圈，什麼都沒有。可剛進家門，一個犀利哥模樣的男人正操控着我的系統。我當即衝上去與他扭打在一起。你小子挺富有啊，看來是我幸運，現在這些都是我的了。他直接一個过肩摔，把我摔翻在地。看着系統上已經清零的數字，我頓時絕望，這一下真的白忙活了。一時間怒火襲上心頭，我直接拿起砍刀就朝他衝過去。老子真的要怒了，這可是我一點一點撿漏回來的，都是我的血汗，既然這麼輕易就沒了，我豈能放過他？電梯門即將關閉，系統猛地發來提示，犀利哥頓時慌張，趕緊往門口跑。我使出渾身力氣，死死抱住他的雙腿。你別想就這麼離開。犀利哥用力給了我幾腳，可被我抓得死死的無法掙脫。就在最後關頭，犀利哥給了我後腦一拳，我不得已鬆開了手。絕望中，我看着他大搖大擺地往電梯門外跑，這一下全白瞎了。可就在他馬上離開電梯門的時候，卻被電梯門縫隙給夾住，他只能又縮了回來。看着已經封死的電梯門，犀利哥怒不可遏地瞪着我。都是你害我被困在這裡。他撿起地上我丟下的斧子，朝我走過來。殺了你，這個電梯間就是我的了。不要！下一秒，一道光芒突然纏上犀利哥，此時系統發來紅色報警信號，外來者闖入系統，防衛機制自動開啟。系統話音剛落，犀利哥就這麼從我眼前被電擊四分五裂，變成了一片灰塵。突然一陣驗鈔機的聲音響起，我不明所以，趕緊爬起來查看。鐵塊結算115公斤，恭喜宿主完成收集任務，是否升級系統到2級？看着屏幕上出現的數字，我愣住，原來是這樣，我沒急着升級，趕緊聯絡黑色蕾絲裙子女，把這個消息告訴她。可是那邊遲遲不見回復，難道她死了嗎？等了片刻，見沒有回復，我把多出來的那15公斤鐵贈送給了她，算作是我給她的白包了。之後便點了升級，又是一片漆黑，屋子開始劇烈抖動起來。5秒鐘的時間，再度亮起，我還是在自己的房子裡。電梯已升級，當前等級為2級，獎勵無線水電和燃氣，獎勵073子彈30發，獎勵氧氣面罩1個，防護服1套。新任務收集100升汽油，升級電梯到3級，1天後電梯刷新，宿主請做好準備。很快，系統獎勵的東西出現在桌面，而我還沉浸在突然升級的懵逼中。我這就升級了，檢查着系統發放的裝備，我有些摸不着頭腦。氧氣面罩再度出現，就意味着場景可能會出現喪屍嗎？那這防護服是用來幹嘛的？翻看着世界窗口，系統也跟着變成了2級系統。可我發現，在窗口聊天的人減少了，也許大多人都死在了第1級吧。我試圖聯繫黑色蕾絲裙子，那邊卻一直沒有回音。我這是撿了漏才能碰巧升級，大概是剛才那個犀利哥死在了我的電梯間，所以他的東西就併入了我的系統。黑色蕾絲裙子未必有我這麼幸運。終於能喘息一下，我暢快洗了個熱水澡，還給自己做了個蛋炒飯。1級已經是明殺，那2級會是什麼？睡了一覺之後，系統提示很快發來。雖然不知道外面的場景會是什麼，但我認為系統給的獎勵肯定不是瞎給的，便直接把氧氣面罩和防護服都穿上。汽油，我該怎麼收集呢？系統並沒有給任何容器，是不是就代表容器得在場景中獲得？電梯門即將開啟，限時3個小時，請宿主做好準備。很快，電梯門縫隙處光芒乍現，打開門之後，我愣住了，竟是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。與此同時，四面八方的位置還懸浮着7個電梯門，7個電梯門前均有一個皮划艇圍成一個圓圈，而圓圈中間的海面上則漂浮着無數個鐵皮小桶，看樣子應該是汽油桶。見這架勢，大家也都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了，這是要各憑本事搶了。哥們兒，你倆穿得那麼厚，能搶得着嗎？我在裡面不出來的話，饒你們一命。此時邊上的一個猥瑣男朝我和我隔壁的位置譏諷喊着，我伸頭一看，才發現除了我和隔壁那個人之外，其他人都沒有帶防護裝備。我們倆對視一眼，都沒有先一步行動。我不行動是因為我這把觀望，不打算參戰，先看看情況再說。
其他人見我慫了，直接從電梯門跳到皮筏艇上，紛紛開始往鐵皮桶的位置滑過去。我正打算坐下來觀戰，意外發生了，那些人突然面目猙獰，掐着自己的脖子，全部倒在皮筏艇上。他們的皮膚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迅速變紫、變黑，然後变白，頭髮還是一撮一撮的脫落。此時海底突然鑽出無數個喪屍，把那些人從船上拉進了海裡，海面頓時被染成了血紅色。旁邊的男人在這之後跳上了皮划艇，他看向我，又是你，扮豬吃老虎啊！我一愣，皮夹克大哥，你是之前的？夹克男无语的翻着白眼。系統既然獎勵，那必定有道理。我看這空氣中很有可能彌漫着看不見的毒煙，算他們活該替咱倆探路了。我一愣，瞬間恍然，也趕緊跟着他一起跳上皮划艇。他反倒沒有第一時間去拿汽油，而是挨個皮划艇搜集他們留下的子彈。我趁他不注意，趕緊把汽油桶撈起來，在汽油桶的表面上寫着大大的5升字樣。一桶5升的話，這裡少說也有30多桶，那豈不是150升？這一輪就夠了呀！突然我意識到了什麼，下意識看向夾克男，要不你先拿夠100升，我再拿。夾克男頓了下，望向我，你覺得那些喪屍會讓你拿夠100升嗎？隨便拿幾桶意思意思得了，別太貪心。趁着他們正在飽餐，你趕緊拿，等他們吃完可就不好說了。我看向海面之下，那些喪屍正在啃食幸存者屍體，不由得一陣打亂。來不及多想，我開始瘋狂的打撈。其實你挺聰明的，我倒是小看你了。夾克男坐在皮艇邊上，悠閒地看着我，好像這一切跟他無關一樣。我看向他，便猜到他大概是想等我打撈完，好直接搶我的。要不我撈多少都給分你一半，你別殺我行嗎？至少給我留2桶，我也不容易。我只能裝可憐打感情牌。夾克男笑了起來，擺了擺手。這些都歸你，但是你得把你的子彈給我25發，怎麼樣？我趕緊說道，沒問題。我不想被殺，也不想主動去殺人，不然跟這些喪屍有什麼區別？聽見夾克男的話，我直接一口答應，然後開始快速的打撈。眼看着喪屍即將吃完，我趕緊划着皮划艇回到自己的電梯間，然後拿出25發子彈扔給夾克男。見他不再說什麼，我就開始往電梯間搬運汽油桶。這次還真是幸運啊，一下子就拿到15桶汽油。小子，別放鬆警惕，下一輪可就沒那麼簡單了。我看向他，頓時心裡沒了底。這一輪能幸存下來的人，8成都是狠人，而且第一輪就收集到這麼多的汽油，第二輪大家都會更加激進，想要盡快升級。我這種受擊能活幾輪呢？要是滿級通關會怎麼樣呢？咱們就能離開這裡了嗎？看還有時間，我和夾克男閒聊了起來。他似乎也放鬆了緊張的心情，跟我打開了話匣子。能不能離開不好說，但活到最後的人要殺多少人呢？他的話讓我心頭一震。我不想殺人，生存不易，又要對抗喪屍，還要殘殺同類，這我接受不了。那你就注定要成為犧牲品了。何況現在還不知道滿級是多少級，贏了是否能離開？我深嘆一口氣，看向一望無際的海。高溫末世來臨的時候，我也是這樣，看着身邊的人一個一個死去。在極端環境下，為了生存搶奪物資，殺人就像殺雞一樣簡單。現在被困在這個電梯裡，還不是把之前的路再走一遍嗎？心中掀起了層層波浪，我頓感無力。難道這電梯世界就是生存的最後一道考驗？每一級的升級都伴隨着更多的殺戮和算計。小子，你還嫩着呢。不過能活到第2級，說明你也不簡單。記住，在這個世界裡，心軟的人最先死。我點點頭，想要認同，卻又覺得哪裡不對勁。如果按照這個邏輯，為什麼每個人都只能在自己的電梯間生存，到其他人電梯間就會消失？按理說，不該是強者勝嗎？電梯門即將關閉，請宿主做好準備。系統提示發來，打斷了我的思緒。我趕緊退回到房間裡面。小子，下一把還能遇上的話，我就不會再讓你了。電梯門關閉，夾克男的聲音也隨着消失，不禁暗嘆一口氣，希望下一輪別遇上他。汽油數量75升，電梯將在20分鐘後刷新，請宿主做好準備。聽着系統的提示，我有些恍然，怎麼這一次沒有提醒我到商城購買東西呢？好奇之下，我打開商城查看，發現商城沒了。我再看世界窗口，發現大家都能在商城買東西，只有我的商城顯示是更新中，這什麼意思？算了，我反正是不會在商城買東西的，頂多逛逛交易市場。這個商城太坑人了，真不敢想象那些道歉商城錢的人現在怎麼還。
很快電梯門再度刷新，我依舊是全副武裝，哪怕是搶到5升汽油，那也是好的。我只想離開這裡。大門打開的同時，眼前竟然出現了17個電梯門，也在緩緩打開。匹配人數增加了嗎？這一次的場景看起來像是古羅馬那種角鬥場，而在角鬥場的中央擺放着一個大鐵籠，裡面關着無數喪屍，正飢渴地看着我們所有人。而在喪屍的腳踝處綁着一個小油桶，這是讓我們殺喪屍然後獲得油桶嗎？真是裝也不裝了。有了第一輪的經驗，所有人都穿着防護服出現。我深吸一口氣，盡量讓自己冷靜下來。眼前的場景雖然恐懼，但至少規則變得清晰明了。殺喪屍，搶油桶。其他人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，沒有人再像第一輪那樣貿然行動，大家都站在各自的電梯門前，警惕地觀察着四周的動靜。場景限時20分鐘，開始。伴隨着系統提示，角鬥場中間的牢籠鎖鏈砰的一聲被打開，裡面的喪屍頓時衝了出來。其他人見狀，紛紛衝向牢籠，試圖搶占有利位置。我知道這種混亂的局面下，盲目參與只會讓自己陷入危險，而且那些喪屍的數量遠遠超過我們的人數，這根本就不可能戰勝。果然，不出幾秒，場面便徹底亂了。喪屍瘋狂地撲向最近的目標，而幸存者們一邊抵抗，一邊爭奪喪屍腳踝上的油桶。慘叫聲、槍聲和喪屍的嘶吼交織在一起，角鬥場成了煉獄。我遲遲不敢主動出擊，這場面比我想象中混亂太多，根本不是我能應付得來的。很快，那些幸存者除了殺喪屍，連自己人也殺。他們更有的趁機進入別人的電梯間轉移汽油，對方發現之後想回到電梯間，卻被窮追不捨的喪屍殺死。剎那間，鮮血染紅了整個決鬥場的地面。不應該是這樣的。一開始大家只是為了生存下去，現在怎麼會變成這樣呢？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錯？我被這場面嚇到，開始步步後退，退回了自己的電梯間。電梯已關閉，正在進行清算。我呆立在原地，遲遲緩不過神來，壓力頓時折磨得我崩潰至極。恭喜宿主，作為全場唯一幸存者，獎勵20升汽油。電梯將在20分鐘後完成刷新，請宿主做好準備。電梯提示讓我大腦再次空白。唯一幸存者？不是吧？那些人全死了嗎？我癱坐在地，腦海中不斷閃現剛才角鬥場內的慘烈畫面。系統獎勵的20升汽油讓我的總儲備達到了95升，距離升級到3級只差5升。可我現在已經不想去3級了，3級會面臨什麼？還能比這更加殘酷嗎？由不得我考慮。20分鐘很快就過去，電梯門再次打開。這一次是個空曠的草原，一樣是10幾扇電梯門隨之打開。中間空地上有10幾匹高大的駿馬，每一匹駿馬的馬背上都坐着一個喪屍，那些喪屍的腰間捆綁着一個汽油桶。剛經歷過一場廝殺，電梯門裡的人都遲遲不敢出電梯，我則依舊癱坐在地上看着外面。那些喪屍騎着馬在空地中央遊蕩，似乎在等待獵物主動現身。這一輪的規則更加殘酷，移動的目標、駿馬的速度，還要從喪屍的腰上奪取油桶，極限運動從來都不是我的強項。時間1分1秒的流逝，終於有人忍不住了，一個穿着防護服的身影從電梯門衝出，直奔最近的一匹馬。他的動作很快，但馬上的喪屍反應更快。只見那喪屍猛地拉動韁繩，那人瞬間被駿馬踹飛。很快，又有很多人衝了出去，當中還有簡陋的試圖去其他人的電梯間轉移。有個人想進入我的房間，可見我坐在房間，他被嚇了一跳，又趕緊往旁邊的房間去。而且我發現，每當有人從喪屍手中奪取到汽油桶的時候，其他幸存者就會直接來搶。這些人已經完全喪失理智了。電梯門即將關閉，請宿主盡快回到電梯。此時系統聲音傳來，幸存者開始瘋了一樣往自己的電梯間跑，而我親眼看到對面的電梯門，那人半個身子已經進了電梯間，卻又被喪屍給拉了出来。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就在電梯门關閉的瞬間，一個汽油桶突然從外面飛了進來，直接滾落在我面前。緊接着驗鈔機的聲音在耳畔響起，汽油數量5升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務，成功收集100升汽油。是否現在升級到3級？看着屏幕顯示的提示，我愣了，忍不住放声苦笑起来。這一把我什麼都沒做，竟然順利拿到了100斤汽油，這怎麼可能？一瞬間我腦子清醒了，我直接在系統點了否，並將所有汽油都掛在交易市場來換取大量的食物。此刻售出汽油，宿主需要從頭收集，請問確定出售嗎？果然，
系統發來了明顯與之前不同的提示。之前在交易市場置換，系統從來沒有發過這樣的提示。它真的在推着我往3級走。那倘若我一直留在2級會怎樣？想到此，我決定賭一把，直接選擇了確定選項。1秒不到，庫存瞬間清零，大量的米面油出現在屋子裡。我看着滿屋子的食物，心中卻沒有絲毫喜悅。系統如此反常的舉動，讓我更加確信它的確在刻意引導我升級。很快電梯門再度打開，又是那片汪洋大海。我一愣，想起了什麼，趕緊探出身子觀望，眼前出現了新的面孔。所以這是2級的固定第1場景嗎？別下去，喂！正當我要阻止大家上皮筏艇的時候，耳邊熟悉的聲音讓我愣住，回過頭，竟然是夾克男。你怎麼？我诧異地看着他，他卻衝我笑了起來。看來你也是知道自己活不了了，所以直接擺爛了。原來他跟我做了一樣的選擇，沒有繼續收集汽油，而是選擇留在第2級。2級實在是太慘烈了，我直接放棄了。與其被殺，還不如餓死。反正我也沒收集到汽油。夾克男深嘆一口氣，望着已經死在皮筏艇上的人。你說這些死掉的人也沒有變成喪屍，他們去哪了？我一愣，看向海面。那就是被喪屍給吃了，死了唄。不对。男人指着那些屍體，又指了指喪屍。喪屍是幸存者死後的模樣，先前幾局都是如此，可這一局不同，幸存者死後沒有變成喪屍。夾克男繼續說道：其實剛才我就發現了，回想你說的話，我覺得你說的對。也許從我們決定為了升級而殘殺同類開始，就注定這一切會是敗局。夾克男深吸一口氣，眼神中帶着一絲複雜的情緒，望着水面下那些被喪屍分屍的人。這一輪系統明顯在推着我們走，也許是不想我們停留太久。那有沒有可能2級並非完全封閉的空間，還有別的路走？他的分析讓我眼前一亮。是啊，如果我們能夠跳出系統的規则，也許就能找到真正的答案。可如何尋找其他路呢？夾克男琢磨着觀望四周，我也看向四周。這裡是2級的固定起點，而且停留時間是最長的，答案或許就在這裡。看着那些喪屍，我猛然想起什麼。我知道了。我看向夾克男，在水底。夾克男一愣，頓時来了精神。怎麼說？我看向水底，喪屍發動攻擊，一個是靠血腥氣，一個是靠2氧化碳。如果我們穿着防護服跳進海裡，他們不會發現，這才是防護服和氧氣面罩的真正作用。夾克男瞬間想通了什麼，抱着最後一絲希望，我和夾克男同時跳進海裡。果然，那些喪屍並沒有發動任何攻擊，穿過喪屍群，一路向下游。由於穿着防護服，所以根本感覺不到海水的冰冷。氧氣面罩無限供氧，也給我們提供了絕对方便。此時，夾克男拉了拉我的手臂，指向不遠處。我順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發現了一個巨大的金屬门。這扇門看起來像是人為建造的。我們對視一眼，朝着大门的方向游了過去。可就在靠近大门之時，一股暗流將我們捲了进去，猛地離開水面，眼前竟然是一個巨大溶洞。沿着通道走了大約10分鐘，映入眼簾的是個全新的世外桃源。更令人驚訝的是，在這片世外桃源般的土地上，還有其他幸存者。通過交流得知，這些人都是像我們一樣發現了水底的秘密，從而逃離了電梯世界的殘酷爭奪。這才是真正的幸存者樂園。